大家好，我是 Klaus。本期节目会先讨论一下近期上热搜的中国女护士被领导潜规则的事件。我相信中国人对潜规则这个词应该很熟悉。潜规则在中国层出不穷。在中国，潜规则不算特别敏感的话题，媒体时有爆出，但国内媒体只会讨论事件发生的本身。我们在这里更多的会从大环境的方向，在逻辑与思维上的深度去分析为什么潜规则在中国如此普遍。最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为什么说潜规则在中国这个特殊体制内的本质是一种培训。跟我们坚持看到最后啊，谢谢。四川成都一名21岁女护士近日前指控自己遭遇成都医大医院解雇，原因是曾拒绝高层邀请吃饭，引网友关注。这个实习的女护士叫小丽，从3月15号开始在成都医大医院某科室从事，詹某是该科室的主要负责人。从他们的聊天记录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乎解释了整个故事。詹某再三邀请小丽吃饭，而当小丽婉言拒绝了主任的吃饭邀请后，对方直接告诉她试用期过不了，让她办离职手续。护士职务实习的结果不到1个月就遭到了解雇。更奇怪的是，直到小丽被要求办离职，跟着她的实习老师还不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这个主任根本就没有了解小丽的实际情况，又怎么知道她不合格呢？而对于詹主任微信中发给她的要听从领导指示的忠告，小丽说詹主任从来没有跟她安排过关于工作上的任何一件事，唯一的指示就是让小丽陪她吃饭。事情曝光之后，成都医大医院崔姓院长回应媒体说，詹男请员工吃饭是工作职责范围，属于部门聚餐，明显有包庇的成分。其实像这样的潜规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甚至潜规则都能在传授知识的清纯的校园里蔓延。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在中国，学生会干部跟学院领导讨好的总是能得到最多的好处，申请奖学金也容易。特别是在毕业的时候，有些学生要接受潜规则才能顺利毕业。每年都有爆出女学生要现身教授才能拿到论文成绩，能曝光出来的都是冰山一角。在新浪的一份调查中显示，在5万多的调查者中，有超过一半的调查者称遇到潜规则。如果你也有遇到潜规则，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跟我们分享。而跟官场相比，职场的潜规则又是小巫见大巫。潜规则的复杂和黑暗程度远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有网友总结出来中国官场的64种潜规则，并保证只要弄懂这64种潜规则，想不升官都难。作为中国人，对这些潜规则耳熟能详，像说空话、找关系、送礼、权色交易等等。2019年的时候，这一则新闻很博人眼球，一美女校花靠潜规则迅速上位到副市长，算是潜规则界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离体制越近，接触的潜规则也就越多。我们也就不再举例子了，媒体更多的是报道时事，关注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潜规则在中国那么普遍？媒体失声，上级袒护，受害者得不到保护，除非曝光度够高。但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造成这些表面原因的才是根本原因。而根本原因就是潜规则是被中国政治体制所接纳的。除去外衣，潜规则的本身其实就是绝对服从。绝对服从是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核心之一，也是所有专制社会统治手段。下级服从上级，
从下往上，一级一级的到金字塔的最上面。这种绝对服从允许了下级想尽一切办法让领导满意。因为绝对二字在字面上也是超越了工作的范围。在成都女护士的案例中，詹主任说小丽不按领导指示去做，也就是去赴约吃饭，就是这个意思。服从领导要绝对，绝对服从让上级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下级也同时得到了利益，每一个人都很开心。除了金字塔最下面一层的，因为他们没有下级了。金字塔最底层以上的人，我们称为体制。所以这种互惠互利的模式让体制内的每一个人开心，从而反过来维护这个体制。所以体制内就有了这种不成文的传统，对新进入体制的人进行这种潜规则的培训，接受潜规则的培训之后，也就接受了这个体制。试想一下，一个刚进入体制的下属接受了领导的潜规则，出卖自己，得到了提拔。下一次在他看到别人成为潜规则体制的受害者的时候，他就不会出声，更不会替别人出头，反而去偏袒施暴者。就像成都女护士案子里的院长，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通过潜规则成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自然要维护这个体制。另一方面，被潜规则过一次之后，心理上过了那道坎儿，下一次就更容易，就能更好的服务于上级，让体制内的人更好的享受体制。而且经历过潜规则培训之后被提拔成为领导，心理上被潜规则过，也希望通过潜规则下属来弥补，反过来促进了潜规则的实施。所以这种培训机制就自行运转了。在体制内每升一级，潜规则的内容就越丰富，难度系数也会增加，同时得到的好处也会相应的增加。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是潜规则的受益者，所以在中国，潜规则的受害者只能靠体制外的曝光手段讨回公道。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因为受害者讨公道的过程就是对这个体制的谴责和破坏。如果政府代表体制主动替你讨回公道，那不是打自己脸吗？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哪年哪月谁谁谁政府怎样怎样，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我没说体制从来没有为弱者发过声，我说他不会主动为弱者发声，只有在舆论压力下，或者挑选一两个人做典型来当做宣传的时候。几年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个老人，闲聊之间得知他是来上访的，而且还上访了10几年了，中间还被抓回去关过3年。他始终相信再往上就会遇到好人，都是下面的人坏，上面的人怎么可能会更好？那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培训，一次又一次的打怪升级，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绝非心慈手软之辈。就像上一期讲到的2017年发生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集体性虐童事件，全国人民都知道，作为一国之君，眼线遍布全国的维尼能不知道？我认为中国人有这种思想跟看中国的电视剧有关。每一个中国人印象中都有这种剧情，那就是受害者拦截钦差大臣喊冤，越过了贪官污吏沉冤昭雪，制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对金字塔最底层的人进行教育。电视的剧情也要为这个目标而设定，有一个部门他们的专业就是做这个的，叫广电总局。这种思想会让体制外的人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仍然对体制充满希望，甘心情愿地托起压在身上沉重的金字塔，边擦着汗边说，再不好
那也是我们的国家，我爱它。好了，记得点赞和订阅，有什么想说的一定要在下方评论我每个都会看的。我是 Klaus，我们下次再见。